最近這段時間，關於驍龍戰鬥機大賣的消息可以說是一個接一個。網上不少自媒體都在說，驍龍只用了4分37秒就幹爆了俄羅斯的 S-400防空系統，隨後直接把全球訂單量幹到了500架。說實在的，前半句小編找不到準確的消息出處，畢竟就算是真的，印度也不會承認。但後半句全球訂單幹到500架，可信度還是非常高的。畢竟現在的巴基斯坦可以說是伊斯蘭世界的軍火大哥，別說500架了，1000架小編都信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據網上流傳的消息，在2025年的中巴邊境衝突中，印度本想靠着全球頂級防空武器 S-400秀一波肌肉，結果被巴基斯坦的驍龍來了個閃電破局，全程僅用4分37秒就端掉了 S-400的雷達車，讓這套造價高昂的防空系統淪為睜眼瞎。這操作一經傳開，直接讓全球軍迷炸了鍋。要知道，在烏東戰場，蘇34、蘇35被愛國者和 S-300按着頭打，連美軍 F-16也栽在俄式 S-300手裡。驍龍這波操作堪稱降維打擊。可能有人會問，一款不隱身的常規戰機怎麼能突破 S-400的防禦網？據流傳的消息來看，靠的是3大殺手鐧。第一招是貼地隱身術，驍龍搭載了全數字電傳飛控系統，搭配殲20同款數字頭盔和 HUD 顯示器，再加上北斗導航精準定位，能貼着地面超低空飛行，最大限度避開 S-400的雷達探測，就像武俠小說裡的高手貼地前行，敵方雷達根本捕捉不到蹤跡。第二招是電磁迷魂陣，驍龍的電子戰系統可不是擺設，能在100公里外對敵方防空雷達實施壓制，瘋狂制造虛假目標，攪亂電磁環境。簡單說就是給 S-400的雷達裝了個萬花筒，屏幕上全是假目標，根本分不清哪架是真驍龍，更別提鎖定跟蹤了。第三招是超遠精準打擊，它掛載的 CM400 AKG 超音速導彈，末端速度能飆到 5.5 馬赫，最大射程240公里，再配合 KJL7A 有源相控陣雷達，能在260公里外就鎖定 S-400的雷達車。等驍龍逼近到攻擊範圍，電磁壓制一開， S-400直接失靈，只能被動挨揍。根據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1月14日證實的消息，目前驍龍戰機已確定出口到尼日利亞、緬甸、阿塞拜疆3國。阿塞拜疆去年年底還在閱兵式上公開展示了驍龍，算是給這款戰機做了波免費宣傳。而利比亞國民軍也已敲定採購意向，成為第4個明確下單的客戶。更誇張的是，還有一大波大客戶在排隊洽談，每一家的採購量都不低於40架，其中最靠譜的當屬沙特。據路透社報道，巴基斯坦正和沙特談判，計劃用驍龍戰機償還20億美元貸款，不僅要交付價值20億的戰機，還能額外收取飛行員培訓、地勤維護和彈藥配件的費用，相當於賣貨還能再賺一筆服務費。除此之外，印尼、伊拉克、孟加拉國也在積極洽談。按照這個節奏，訂單總量突破500架只是時間問題。當然了，驍龍能賣爆，絕非只靠一場實戰，核心是踩中了國際軍貿市場的需求痛點。首先是性價比拉滿，一架驍龍的單價約3000萬美元，不及 F-16V 的一半，卻能實現超視距空戰、對地對海打擊等多功能作戰。搭載 PL-15E 空空導彈後，制空能力直接對標高端戰機。對於預算有限又想提升國防實力的國家來說，驍龍堪稱最優解。其次是適配性極強，驍龍採用模塊化設計，能根據客戶需求更換武器和設備，不管是沙漠作戰還是近海防禦都能勝任。
而且它的維護成本極低，發動機使用壽命延長至2100小時，大修間隔也大幅增加。對於工業基礎薄弱的國家來說，不用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搞維護。最後是政治門檻低，靠着巴基斯坦這個中間商，驍龍輕鬆打入伊斯蘭市場，避開了很多國際制裁和干預。還有個關鍵因素就是驍龍的實戰表現遠超同級別戰機，在中式作戰體系的支持下，它不僅能突破 S-400， 還能和預警機、無人機形成協同作戰，綜合戰力比 F-16V、蘇35、法國陣風更具優勢。有網友調侃，以前是中國追着看國外戰機，現在輪到各國搶着買中國戰機，這反差感直接拉滿。對於很多國家來說，買驍龍不僅是買一款武器，更是買一套成熟的作戰解決方案。看着巴基斯坦靠着驍龍戰機賺得盆滿缽滿，很多網友都好奇，巴鐵賣一架驍龍，中國能分多少錢？其實這背後是一套看似巴鐵主導，實則中國穩賺的合作模式。驍龍的前身是上世紀80年代的超七戰鬥機項目，最初是中美巴三方合作，計劃在殲七基礎上研制一款廉價輕型戰機。結果1989年美國突然退出，項目直接停滯，直到1992年巴基斯坦找上門，希望和中國聯合重啟項目，而且提了個明確要求：研發成功後，中國要幫巴基斯坦建立全套組裝生產線。當時中國成飛已經立項研發殲10，超七項目對我們來說可有可無，但為了支持巴鐵，還是答應了合作。項目啟動資金總共5億美元，中巴各承擔一半，也就是說，巴鐵只花了2.5億美元就撬動了一款先進戰機的研發。這筆投資堪稱巴基斯坦建國以來最成功的一筆，沒有之一。不過早期合作並不順利，巴基斯坦一開始覺得中國航電技術落後，想從歐洲引進雷達和電子設備，結果被英法等國拒絕，項目進度大幅拖延。直到2003年原型機首飛，還是沒法形成戰鬥力，巴鐵這才回頭選擇中國的航電系統，包括 KLJ7 雷達、PL-5E 空空導彈等。2006年，首批驍龍由成飛生產交付。2007年，巴鐵開始在中國幫助下生產零件。2011年實現年產15架的規模。如今，生產線已完全轉移到巴基斯坦，由巴方航空工業公司負責製造，成飛基本不再參與量產。巴鐵也成了全球唯一能量產驍龍的國家。很多人以為巴鐵能自主生產驍龍，其實它只是個高級組裝廠，核心零部件完全依賴進口，而且大部分都來自中國。目前巴鐵只能生產58%的機體零部件，包括前機體、機翼和垂直尾翼，剩下42%的關鍵部件都要從中國進口，尤其是複合材料機身，巴鐵根本無法自主製造。而雷達、航電系統、導彈等核心設備就更不用說了，清一色的中國造，比如驍龍搭載的 KGL-7A 相控陣雷達，巴鐵就算拿到技術也造不出，只能高價進口。發動機方面，網傳巴鐵要用中國 WS-13 發動機取代俄製 RD-93MA， 其實這是不實消息。巴鐵擁有大量 RD-93 系列發動機，使用經驗豐富，性能也能滿足需求，沒必要更換發動機，增加後勤壓力。不過，即使用俄製發動機，也是成飛向俄羅斯訂購後再轉賣給巴鐵，中國還能賺一筆差價。所以答案很明顯，巴鐵賣驍龍，中國根本不用靠分成賺錢。每賣一架驍龍，巴鐵都要從中國採購全套核心零部件，相當於巴鐵只負責組裝和銷售，大部分利潤都流入了中國企業口袋。巴鐵真正能賺到的只有組裝費、出口中介費以及後續的飛行員培訓、售後維護費用。你可別小看這些錢，這些錢已經足夠讓巴鐵的航空工業實現從無到有，還能靠着伊斯蘭世界軍火商的身份提升國際地位。更關鍵的是，中國通過巴鐵這個白手套，成功打開了被美俄歐壟斷的國際戰機市場。眾所周知，先進戰機出口長期以來都帶有強烈的政治屬性，買誰的戰機就意味着親近哪個國家。中國戰機直接出口很容易遭到西方干預和制裁。而巴鐵作為伊斯蘭國家，把驍龍賣給其他伊斯蘭國家，既合理又不會引發政治爭議，還能避開以色列的斷供威脅，相當於為中國軍工開闢了一條綠色通道。
小編覺得驍龍的成功絕非偶然，而是中巴雙贏的典範。中國靠着巴鐵突破了國際軍貿市場的壁壘，讓中式武器被更多國家認可，相當於給殲10CE、殲35等高端戰機打了波免費廣告。等這些國家用慣了驍龍的中式作戰體系，後續採購中國高端戰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兒。而巴鐵只用2.5億美元就擁有了先進戰機生產線，還靠出口賺得盆滿缽滿，一躍成為伊斯蘭世界的軍工大哥。這種強強聯合的模式不僅改變了巴鐵的國運，也讓中國軍工在全球市場站穩了腳跟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